好，我们讲到昨天这场选举，其实，在选前很多人都已经对他讲说啊，你可能这次不会太乐观，没想到还真不乐观。这一回呢，日本的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确定没过半。好，原本呢，大家想说你只要过50就可以了，但问题是呢，这一次他们总共是获得了75席，所以没有过半。那这也是从1955年以来，日本这个悠久的执政党呢，现在呢第一次没有取得在立法机构里面没有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之下，要再执政。好，所以石破茂这个时候很多人来逼宫了，但是他第一时间发出的声明是讲什么？是讲说呢，我们现在第一大党对国家还是有责任，言则之意。就是没有要下台的意思啊。虽然现在你也看到旁边的人在蠢蠢欲动，那你会问，到底为什么这一次他的支持率已经到20.8%，然后会选成这样？民生议题，因为呢，大家米买不到，米价格也一直在往上飙。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关税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想问啊，你怎么谈那么久，现在还没有谈得好呢？而且呢，这一次选的比较好的，真的就是反对党。好，这个参政党的代表呢，他现在讲的这个日人优先啊，甚至呢讲说日本的外来人口太多，这一些话让他变成了日本的小川普。那也因为这一些话，据说真的是也打中选民的心，可能是现在日本人心声啊。好，所以呢，他在这一次席次从原本的1席暴增到10席，好，甚至呢是22席。好，这一些呢就让大家看到了日本他现在的一个政局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在质变当中。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又要赶8月1号去谈关税，你觉得这个美国会怎么谈？现在呢？经济大臣就直接讲了，我们是认为不会影响到关税谈判啊，这个不特别影响，反正都是国家利益为优先嘛。这一位次子亮正呢，也已经要去日本要谈第8轮的关税谈判，但是专家就直接告诉你了，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吞败了，然后呢，你又要留任，你国内的这一些支持度又不够，所以你有没有可能美国就干脆跟你谈？这个是变数哦。那如果你现在跟以前一样这么样的硬，陷入僵局的话，你觉得后续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看你弱势，然后甚至给你压头呢？这个东西大家就要看后续怎么样来变化。另一个呢，则是8月1号之前，欧盟也说他们要再继续谈，现在有可能会对美国启动反胁迫工具吗？这个星期呢，他们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了，必须要好好的来讨论。因为知情人士讲说，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这边的美欧谈判并没有具体的进展，反正就是大家还在各执己见。但不管你要不要来谈，你现在怎么谈？他们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已经讲了，8月1号我就是正式开征，我不会再延期了。那最后有可能会害到谁呢？其实有关于这个新的关税。重税压境，欧洲这边的港口呢说已经变成了大型的停车场了。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比利时这个叫做安特卫普布鲁日港，它现在所有的车啊、货车或者是车辆在这边都是闲置当中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还在看后续的关税会怎么样。现在的关税要是这么高的话，那之后会不会真的造成全球的经济连环效应？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亮哥。当然啦，现在呢选举的左右因素很多，但是日本确实就是1955年以来第一次执政党他没有办法在立法机构当中获得多位席次。没有了，1993那次就没过半了。你不要高估其他的党可以联合成一个政权呐。那个历来自民党都是要结合公民党才能够执政嘛。是。1993那一次就是7党1派竟然联合起来，所以自民党下台啊。我不认为其他都可以联合啊，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比如说参政党极右，极右翼他本来就有1席，那这次选了14席，对，这个不太可能跟左翼的人可以合作了。这难以想象啊。我跟你讲，他的主张其实也不是那种空洞的什么日本人优先啊，日本外来人口。我跟你讲，他的主张是很具体的啦。他反对外国对日本内政的影响。他是同时反美也反中哦。那主张回复日本的爱国教育然后批评联合国啦，反对新冠疫苗啦
然后主张要有正规军队，主张日本要拥有核武了。哦，很冲，很冲啊。那你说这样的主张能够跟左翼合作，不太可能啊。所以目前主要大家关注的倒不是自民党会不会下台，而是石破茂会不会下台啊？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因为也没有很强的对手，不是就是可以取代的啦。比如说高市早苗啊，是啊，高市早苗有一定的挑战力啦，可是真的要选总裁，我认为自民党内部还是会有不同意见啊。那你总不能叫岸田回流吧？那另外一个是麻生，麻生已经80几岁了，所以石破茂现在就是很麻烦，就是日本自民党知道他如果不下台，你要重整自民党有一个新的动能哦，难度非常高啊。那你这个党就等于是瘫在那里啊。可是你刚刚讲的也对了，就是日本人对于你连稻米缺货也不能处理，然后美国关税搞到这样，可是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选完的结果是10几个政党都有席次，我不知道这样要如何统筹，然后跟美国，因为美国谈的都是很尖锐的问题了，你一定要有共识了，不然怎么谈？那你敢用美债当筹码吗？你敢跟美国汽车关税25%干到底吗？这个坦白讲，我觉得这个败选啊，可能让他可以说我们再慢一点，好不好？最多是这样，就是说，韩国先谈，欧洲先谈，你可以让我缓一缓吧，我要整顿一下国内的力量啊。我觉得恐怕欧洲会先谈了，OK， 就欧盟，那欧盟也是乱成一团了，讲白了，因为里面有冯德莱恩啊。那里面也有欧洲议会的鹰派啊，那主张差别很大啊。可是倒是昨天啊，因为昨天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就公布了，他说如果台湾8月1号之前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我们郑丽君还要再去第4次啊，那就是4月2号的32%。我这句话听得很严峻啊。你今天有个报告，所以我觉得。郑丽君这次去美国就是下最后通牒了。你如果再不答应，就是32%。我觉得我的整个感觉就是这样。好，不过在今天呢，其实刚刚稍早经济部啦，包括我们的这个行政院这边都已经出来讲了，说没有收到通知，本周会有新一轮的磋商啊。晚上就想说这些大家不要紧张没有事的，没有事的。但是回过头想请教一下介大使，因为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在意？不是只有我们因为日本他们也是非常的在意啊，所以这一次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嘛。其实这次日本这个选举有3大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物价的问题，因为过去几个月日本的米价这个非常不寻常的涨了，大概涨了50%，这个对日本社会很大的冲击。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啊，现在日本的钱越来越小，买不到什么东西，这是选民最关切的。那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他很关切的就是外国人的问题。这次正式把这些外国人的问题啊放到他们选举的政纲里面，很多都是有关外国人的，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的就业、自产啊，还有这个外国人在日本的犯罪行为啊，这些都拿出来讨论。那还有这个另外就是这个事实上的话，就是所谓的关税的谈判问题。我认为这个3点前2点的话，事实上的话，对执政的自民党都是不利的，它失分的。可是对美的经贸谈判部分，其实这个石破茂的政府事实上得到日本社会的应该是比较充分的肯定，因为他在积极的捍卫日本的利益。这个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是蛮重要的。那也是像他这样子的背景的领袖啊，才做得出来的。要换了其他比较亲美、对美软弱的这些日本的这些政客来讲的话，可能不会像石破茂这样子的坚持日本的立场到今天这个程度啊。那台湾事实上的话，我觉得话基本上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社会为什么会有一些乐观的期待。因为我们事实上跟日本、韩国比的话，我们去年从美国的
获得的贸易顺差还多于日本、韩国嘞。那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一定要借这次谈判，把我们过去赚的这些钱啊，保证未来不会再赚那么多啊，甚至你以前赚的还要吐出来。哎，这是美国人的谈判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到现在没有宣布台湾的这个到底是给多少趴，因为第2轮的已经都宣布了，我觉得对台湾是很不好的一个兆头啦啊，兆头。而且到8月1号很快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讲呢？就会真相大白。不过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谈的这个政府，基本上对我们的社会是三缄其口。不要说对社会了，立法院照法律规定的话，他应该都要立法院去报告，跟立法委员啊、各党派的人啊，把谈判的这个要点要讲出来。你像日本，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消息？就是你看石破茂在他的国会里面，他都没有太多的什么隐藏，因为他这个东西要有国内的共识，就在谈判过程中要不断的跟不同的党派来协商。结果民进党完全黑箱作业，那到底是在保障谁的利益啊？这个东西的话，因为谈判的话都是有一些人利益要会损失比另外一些人大，那结果这个情况之下全部黑箱作业，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征兆了啊。那可以让这个谈判人一手遮天，他到底是保障谁的利益牺牲谁的利益，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不过我觉得日本的问题就变成，它其实这是日本在不断的失落20年、30年、40年以后社会的改变一定会带动它的政治结构的改变。所以你看现在小党林立，这些靠门阀、派阀姻亲结亲的这种封建式的一种日本的传统政党在日本的社会里面被接受的程度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席次越来越低。我想也不是这个石破茂一个人能够挽救的，而是这个日本的自民党所代表的传统的日本封建式的民主这个政治结构已经不受到日本老百姓的这个支持了。是，来请教老师。日本的政治可能要乱一阵子了我看日本的自民党内的大乱斗，可能也要再走一阵子了因为这次的选举确实是重大的挫败，众议院败了，当时的阁揆就下台了，现在参议院败了，但是石破茂不肯下台，摇摇欲坠。对，然后他的内部里面的不同的派系，不管是麻生等等的不同的派系或者小泉等，会不会想要逼石破茂下台？事实上已经有声音了。所以石破茂要巩固自己的派系跟他党内的其他派系来斗，那就依靠的他的这个民调能不能往上拉。可是除了执政党内部的大内斗以外，他还要跟在野党也要乱斗因为他的法案不管是众议院或是参议院，他要通过的话，他变成是要逐个跟不同的政党去磋商，要妥协，要让步。那所有的法案你都要通过的时候，你都要妥协，要磋商，那弄到最后会变成四不像的一个法案。所以在野党跟执政党之间的斗争，然后在野党彼此之间也都在卡位，要争取自己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日本的政坛会乱一阵子了这个已经可以预见了。那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形下，坦白说，跟美国的关税如何谈？谁敢让？但问题就在于你不让，你又没有提出这个制裁的对抗的手段。8月1号，现在美国的商务部部长他就直接说了，这就是一个硬时间了，就一定要实施了。实施以后我们继续谈。那你8月1号开始实施，再继续谈的情形下的时候，美国会受到什么冲击？其实我觉得川普他们这个团队也太乐观了，因为当你对于主要的经济体都课高关税的时候，那请问一下，哪些产品他要不要卖？他现在你刚刚讲的 Underweight 它就已经出现了，他干脆不运过去了，对，因为运过去也卖不掉。那你国内的产品减少了，你的消费者的物价上涨以后，他可支配的钱会不会变成减少？我本来想要换车，我干脆想再熬个2-3年再看看嘛。那你的国内的经济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萧条？而你的进口一直在减少，你的关税会不会变成
总体的减少。那你川普，你到时候你面对的是整个经济萧条崩溃，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他们是在玩火，而且也基本上怎么去跟他斗，我觉得这要看全世界大家耐得住性子。美国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斗全世界。我们先进讲广告，广告回来呢，之后来看看川普其实他现在还忙另一件事情，等等来说。好，川普现在在忙什么？川普现在可能真的很想说，有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去中国看一看？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他到底有没有会晤习近平？传出了 APEC 前或者是访中前要重启美中的关税对话，而地点呢，有可能会是选择，比如说 APEC 在南韩嘛，那也许在南韩这边场边会，这是一个可能性哦。毕竟每一次像这种大拜拜的场合，场边会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吸睛，而且很有可能成型的。但是呢，他们的副发言人现在是什么？又再次的在批评对岸了。来讲中国呢，他们是怎么说的？说造成经济胁迫啦、操控啦，还有依赖，必须要审慎的做出决策。同时呢，呼吁大家把美国视为另一个经济伙伴选项。不，大家也曾经这样过，但是现在这个关税真的也搞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眼看呢，美中之间要继续谈，那可以想见，美国最想谈的其实是稀土，原因是因为中国6月对美稀土的磁铁出口暴增了660%，也就是6倍之多啦。那所以现在呢，有没有可能再继续谈下去，可以让整个稀土贸易回暖？这可能是美方这边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毕竟呢，现在 H20放出去了，所以呢，大家一直在希望能够思考分析，到底川普政府他们前后差距是什么？结果纽时告诉大家，因为川普想要访中啦，所以那一些鹰派的人现在通通都被冷冻起来了，耳朵旁边已经听不太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了吗？对于黄仁勋来讲 ，H20能够卖到中国当然是好啊，原因是因为他说中国是辉达独一无二的市场，甚至还说中国 AI 没有辉达也能够进步。来听他怎么说。China operate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upply chains. Scale, complexity, diversity is unquestionably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miracles. China is a singular, unique market. America's. It won't manufacture everything by itself, and it's not sensible to manufacturing everything by itself, and nor is it necessary to. 好，对于这个黄仁勋来讲，当然了，做生意嘛，他必须要先了解自家的状态以及整个市场的状态。那另外呢，则是晶片产业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美国的分析师讲的说，其实先前那个 ASML 不是已经完全被断了吗？那中方其实先前已经先囤了一些大量的进口光刻机，所以呢，也为他们的自主研发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什么意思？就他有囤货，那在他囤货的这段期间，他有东西可以用，但是他们内部确实现在呢需要点时间来研发，那这就给他们争取到了一些时间还有空间。至于川普现在不是只有对外我们讲说对中国啊，对其他的国家，他对内这个人他现在看得很不顺眼，他是马斯克。曾经的好兄弟呢，现在跟他闹翻了，甚至呢，以前SpaceX 拿很多美国的合约，美国媒体讲说，拜托，你现在真的想要把它换下联邦政府的合约，你可能会发现换不了了，因为它真的有一个难以替代的重要性。不管是 NASA， 不管是国防部，现在是不是真的踢不掉 SpaceX， 让川普呢会心里头有一点点的严的那种感觉呢？美国现在不需要你，有能耐你去中国啊！这个2016年，据说有一名美国专家被军方给排挤之后他是一个光学专家，人生低谷的时候呢，现在他换了一个场域，但是后来他其实呢认为他想要去一个科学家该待的地方。如今呢，他也研发出一个超级相机，把当时他想做的事情做了个完结。但是呢，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现在最在意的就是川普他现在是不是真的是要见习近平？那他现在会把自己做到什么样的位置上面来促成这件事？
川普本来就说美中贸易战已经谈完了啦，现在是在谈进一步的细节。在川普的心里面，就是英国跟中国已经谈了，已经谈出框架了。哦，那其他主要的国家都还没有框架，所以中美的贸易本来就是谈的比较顺的啊。那接下来比如说芬太尼的处理，那鲁特尼克8月就要去了嘛。对。那如果有进展，还要再删掉20%，对不对？那就只剩下10加25嘛。对，就只剩下35%啊。那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也不要太吹啦。什么中国6月对美稀土磁铁暴增660%，我跟你讲实际是多少了？353吨。那中国大陆出口到全世界，同样是6月多少？3188吨。所以大概就是1/9不到了。那你用660%来算，那我也可以这样讲啊。5月暴减90%，所以只剩下10，那10再加上66，6倍多嘛，那就是回到66。那还是比原来要少很多，还是少。对啊，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要知道，它只有出口永磁材料。对。那这个主要是汽车嘛，风电。就是发动机的部分，可是对不起啊，可以增加熔点的，可以那个没有开放哦，那个就是军工要的，军工需要的，对，就是熔点啊，比如说重型的稀土，铵啊、铝啦，那个就不是永磁的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很聪明啊，知道你只给我开放一个 H20，我就这样要开放给你哦。事实上，我后来去了解一下 H20。实际上也不是什么高阶晶片啦，它跟 H100差多远啊？它的算力大概只有 H100的1/12，其实差很远啊。我们如果用那个，我们说那个兆元浮点的那个算力啊，那 H20大概那个我知道那个 H100大概有2000左右，那H20只有148，2000对148，对，你看差多远，你就知道差多远啊。中国大陆真的要的是 H100啦，对，那他是没有办法，不得不买 H20啊，因为华为那个910 BCD 的晶片要量产，没有那么快啦。那中国大陆真的很多公司就急着买，所以他就立即得到腾讯嘛。字节跳动就下急单嘛，那黄仁勋自己也讲啊，说我目前累积的 H20的订单大概就有美金180亿，就是没有办法嘛。可是黄仁勋也提醒哦，他说他不会再做，因为他认为这个急单卖完了，接下来人家就超过了。不，他也很，我觉得他很聪明啊，出货出完了也差不多了，对，他就说我干嘛再做，到时候中国也超过 H20啊，那个时候下一步就是变成 H100了。那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你要一步一步来啦。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不愿意就因为这样就依赖你的CUDA，那个CUDA的操作系统，所以这里面我坦白讲各有一个小算盘啊。就是大家都还是现在希望能够争取一点时间空间，但是谢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后续这场仗持续的打嘛，那看得出来，比如说 ASML 它现在光刻机，大陆它也囤了很多，大家也给自己争取了时间。对，其实 H20它所以要卖的，后来鲁特尼克他对美国社会去解释的时候，他说这个因为中国大陆也自己可以生产出来了，中国大陆有升腾910C 啊，这个也已经生产出来。还有这个还有几家厂也都在生产，所以鲁特尼克对美国的解释就是这样，他说因为中国已经生产出来了。那也有人说，就是说事实上黄仁勋手上有一些存货，他也要这个只有在中国大陆买，那谁要买？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买，别人要买就买 H100啦，对啊，现在连 H800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商场是在商言商啊。那这个 ASML 也是一样。它现在事实上话，有人说了，上海光电事实上已经在研发，大概快制造出来，可以做到28奈米，这个 ASML 虽然可能还需要这个所有这个厂商实际去这个操作，然后不断的改进，可是问题已经开始
快成型了，所以 ASM 也非常的紧张。那另外就讲到这个南华早报这个报道哈，其实我的看法跟南华早报不太一样，因为他突然把这个主题变了，这个主题不是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这个主题是川普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对，中国大陆去访问，然后他要习近平也去美国访问，这不是见面的问题。他说这个川普会在这个可能会在韩国的 APEC 会，我告诉你，川普很可能根本不会参加 APEC 的峰会，因为他事实上他过去也有不参加过，而且这次去北约是因为北约有一位吕特，会叫他把川普叫成爸爸，有这样子人会捧他的，他才会去。他这一次川普在北约被捧上天了，对，才会去。你来 APEC 谁捧他？没有人捧他，所以川普不会来。而且川普基本上他就是一个 G3 的信徒，其他国际组织都没有什么用。G3 就是美、中、俄三强。那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最近川普几乎对中国大陆讲的都是好话，没有讲坏话。对，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双方正在密切谈。那会不会9月3号去？我认为也不排除可能性。只要条件谈得好，因为川普是要带一个大的访问团去把中国打开。这是他对中国大陆目前最大的政策核心是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南华早报这个有一点失焦了啦，这个报道。是，来请教老师。川普是很想去北京访问的不是说只是在一个国际场合跟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场边会晤但是也不能排除大陆并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如果在双方的领导人或者是两国之间的氛围还没有到很成熟的时候，他也可能不急于说要接待你到中国来访问。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就是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习近平接电话的时候，习近平有特别邀请川普到北京去访问，川普很开心就答应了。然后他也邀请这个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习近平也答应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双方已经是直接的都已经邀请对方了。可是现在的氛围是不是好到可以开始成型了？前段时间先是日经亚洲接着是共同社，共同社也不是很小然后我们后来看到人民日报的钟声也有谈到有关于这个93的问题了。然后泰晤士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也不是小报嘛他们却不约而同的都在谈有关于9月3号川普到北京去访问的事情。那这些讯号都一直出来的时候，南华早报方向把它带到另外一边去，那就让大家去猜了也就是说，到底是93到天安门到北京去，还是10月的时候川普过境中国大陆，然后顺便去出席 APEC，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专程来访问跟这个顺道去访问意义不一样。可是以川普如果要带这么庞大的这个经贸团的话，那一定是要专程访问的，而不是过境访问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在看外交角力。那美国的国务院呢？美国国务院到底是扮演要乐于促成这个事，还是要想方设法暗中破坏？卢比奥的个性一定是要想方设法破坏，可是对川普他的老板的意思是要去，而且很希望是大规模的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国务院已经在征询这些美国的大商社他们的意见，然后还有财政部也都在问了，商务部也都在问了。那这个怎么会一个美国的国务院的副国务卿突然间又开始在说中国的坏话呢？可是问题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是在于，你现在美国在做什么事？台湾很有可能会被课32%的税嘛，有可能嘛？欧盟可能是30%嘛，日本25%。那你这个课税对全世界各国都课税是什么意思？是经济胁迫是关税胁迫
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亚小先带你来看到的是，都已经14天了，台风走后14天，现在还有3000户的屋顶要待修，而且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虽然呢目前看起来还不会有台风直接过境台湾，但是如果雨势来的话，这一些帆布会不会变成蓄水池？这个要小心哦，因为这有可能会酿成危机。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现在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帮灾民这边修缮他们的屋顶，但却也让诈骗集团趁虚而入。你来看看，竟然有呢假装去要帮你修屋顶，结果骗了19万。这个人现在是已经被逮到了，将会被移送法办。但是对于大家来讲，没有办法接受的是政府呢？政府现在在做什么？好，蒋万安昨天就讲到说，民进党现在是为了大罢免已经疯啦。台南呢，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民哎，台南灾情惨重，总统赖清德却很冷血，要大家都自己想办法。这个老市长讲出这样的话，其实呢，让大家做父母官的很难能够理解。另一个是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则直接讲了，说南部的绿粉啊，是不是要清醒一下？大罢免台湾赌不起啊！因为呢，现在政府的这一些作为，大家现在发现了，他自己的这一些老的这些县民啊，老的市民们出了问题，竟然呢，他还是只推大罢免，没有想到人家3餐不继，甚至馆长呢，现在则直接说，其实啦，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健身房他还可以收掉，但是呢，民进党他一定要把它给拿下。其实，在汉光演习期间，很多人问为什么国军没有办法进到民房里面帮忙清运，有人给了这样子一个回复，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台风来的时候正好在汉光演习，所以才没有量能？结果现在也被发现了，当时呢汉光演习这个赖清德试导 M1A2T 射击的时候呢，竟然这个办公室主任，也就是这一位陈义霖，在旁边呢说是晃来晃去，网络上呢就出现了这么一段影片爆料，特别提到了说他呢现在旁边先叉腰，然后呢就这个摸摸鼻子，然后总统在讲话，他在看手机。总统在讲话的时候，他已经先离场了。所以呢，大家就在问：这个是怎样？是在玩扮家家酒吗？甚或有人去质疑他穿军服的问题。好，现在呢，总统府的回应叫做这没有违法问题，甚至呢还直接炮轰这些质疑的人是应该要抛弃封建的思维，说呢只要针对女性就会提出这样的疑虑，你就必须要抛开封建思维啊！国家大难当前的时候，男女都要保家卫国啊！但其实我们要问的是，确实啦，他如果没挂军阶的话，那不违法。可是战场不是秀场，来这个能演级讲的军服不是戏服啊。总统呢，他是3军统帅，但他呢，其实政治人物好像先前也不一定，他跟官员的身份不一样，大家各有各的职责在。那军服是军人的荣誉，我们先前是这样被教育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这么一个信条。现在如果说呢，大家都可以的话，是不是反而显得对军人身份的轻慢还有不尊重啊？就想到了先前总统不是还说，穿军服搭飞机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大家要给予他们尊重吗？那现在到底是谁把这份尊重放的比较下头一些呢？目前两岸的情势确实啦你看起来就是有紧张嘛，因为美国又出手了。来，美国现在呢通过了一个国防拨款法案，对台湾在2026财年度要军援147亿元。同时呢，现在也看到了史上最大的护身军刀军演，19国加盟，包括了美国，包括了英国的航母，通通都会来到这边一起参加军演。美国呢，在这一回他们强调的同样是贺阻，而且呢说他们的军力不会落下，下一代战机心脏预计将会推迟2年以上。可是如果说呢是因为涡轮等等相关的里面的一些材料或者是机械的问题必须要推迟，那会不会波及到 F-47的问世也必须要往后延呢？反观
反观对岸，对岸现在呢说山东舰，一天可以射2000枚的导弹，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为打仗，真的打仗在做准备，因为一架战机就可以吸8枚，那一天就可以出动280架战次，这样之后他们就算出说至少可以释放一天2000枚的导弹。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说，如果说真的会有所谓的登陆或实战训练的话，他们可能呢会让3-3制，也就是让狼群走在前面，先去登陆，机械的走前面，真实的战力走后面。那我们就想问台湾呢？台湾现在有没有想好应对的作为？回过头请教一下谢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已经14天了，但是还有3000户的屋顶待修，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大雨来的时候，这些帆布反而有可能变危险。其实看了这一次我们这个灾区的这个状况真的让我们真的都觉得非常非常意外。怎么台湾我们的这个偏乡会这么的落后？然后呢，台湾算是这个天灾频发地区，这些台风地震是比较多的可是这一次说实话，那在看到地方政府整个救灾的这个措施那觉得比第三世界还不如，因为事实上很多房子这个屋顶已经没有了，已经不适合人居了。如果再来一个台风的话，如果还有人在里面，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应该要把这些灾民应该要撤离。那问题有没有这些有这种非常可以快速组合的这种组合屋，让在他们的附近就立刻搭建起来。比如说我们七股的这个灾民他们很多房子里面事实上真的是不太适合人居了。那万一再有一个地震或者再一个台风的话，那可能这个受损的情形甚至这个人受到威胁可能更大。所以在任何国家地区来讲的话，这种救灾它有一定的 SOP 你评断这些房子不适合人住的时候，你应该就要把人就要迁出来了，要有这种组合屋，快速的组合屋在附近就搭建起来。要不然你应该把这些公共设施比如说这个民众服务这种这个里民服务站或者说学校的礼堂就应该空出来了，让这些灾民可以怎么讲？可以立刻可以到一个可以安全的栖身之所。那哪有说你这个现在灾民自己在解决问题，然后用帆布把房子盖住，这是持久之计吗？而且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再来一个台风怎么办？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荒腔走板，比第三世界国家还不如。那民众是把税都交给了政府，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集众人的力量，把他们的这些每个个人面临的这种灾难能够减除到最低。那结果呢，你看我们这个还有阿嬷80几岁了，晚上没有电，点蜡烛把自己烧死了，这种悲剧。然后我们的这个赖清德去看了以后还说，这个爬上屋顶你们要自己爬上去，然后军人不是来救灾的。这些跟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认知甚至法律规定都已经有出入了。那你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这样子态度的话，今天那些灾民真的是只有算是倒霉了，只有认倒霉了。更不要说台南是32年绿色执政人今天这个状况，没有人出来道歉吗？没有人出来这样子真的替灾民讲几句话吗？那前2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曾经去灾区救灾的这些军方的阿兵哥们，他们利用假日自己穿着白的这个 T 恤去帮这些阿公阿妈嘛去整理家园。为什么政府不能派人去呢？我就不太清楚了。你这个纳税交了那么多税，难道只是让你去跟美国买武器，只是让你去补贴那些绿能公司在海里面去盖那些这些太阳能面板吗？这些才是真正需要政府服务的人，为什么得不到政府的服务呢？连关怀都没有，而且过了14天，这是谁说出来的呢？这是陈亭妃讲出来的。那你看现在这个绿色媒体也不太报道这些事情了，他们根本以为不报道就没有发生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啦。我觉得我们一向认为我们是住在一个很上轨道、很先进的一个宝岛上的，结果这一个台风就把我们真正的真面目把它吹出来了。
第一个，台湾在偏乡老百姓的日子跟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这么大的差距；第二个，发生的事情以后，政府居然是这种态度，那么只是掩盖，然后呢动一张嘴，然后呢连到灾区，那个内政部长也懒得去，那去了以后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吗？你看组合屋临时的安置有做吗？你有每个灾民发他的这个救灾金吗？起码发个10万8万啊。然后你有找这个人去看看他的房屋是不是还适合人住呢？还是要他继续住在那个已经很危险的房子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荒腔走板啊，今天台湾发展到这种地步啊，我觉得过去这些执政者啊，都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好，在今天已经14天了，很多人说呢，这灾民家里头还没有一个能够比较看起来完全清理完的感觉。大家问的是国军呢？国军那个时候在汉光演习啦。那请教一下亮哥哈，因为现在呢，大家又发现了，在汉光演习，你演的有没有够认真？他认真到呢，办公室主任啊，或是发言人，通通都穿军服啊。但是问题是，总统底下恭维你底下行来行去跨手机啊，让大家觉得有点儿戏。那个一定是顾立雄讨拍用的啦，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做嘛。这个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还有他的发言人都穿军装，穿军装是要有军事任务，你有必要这样吗？所以我感觉就是讨拍啦，因为我也不认为郭雅慧会去要求这种东西啦，所以我的感觉就是。顾立雄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啦，那其实你就救灾的角度我们就用风灾来比风灾啦。像这么大型的，比如说88风灾，请问你有设前进指挥所吗？我们且不要去讲说刘世芳、卓荣泰有没有随着下乡啦因为搞不好赖清德不要啊，那搞不好不要你跟那赖清德不要你跟。他可能觉得，到时候是内政部长、行政院长来给资源，结果新闻焦点都在你身上。那这个就是高估自己嘛。因为总统没有资源总统是有权力，让你可以去调配大家的工作可是有资源还有人力的单位都不在现场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可疑的啦。就是台南跟嘉义区域立委都是民进党那请问你们有开记者会吗？我们还是看到昨天那个陈亭妃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他出来爆料嘛，说你是用通讯救灾因为他到了现场就发现很多人要什么都没有什么，然后甚至屋顶那个帆布还是林俊宪的看板结果你现在去空拍看到林俊宪在选市长你看有多离谱就你帆布你会调不到资源你去想一想我们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政府也是可以去调集快筛各种口罩政府怎么会没有这种作用你会调不到帆布，调不到施工人员。你刚刚讲汉光演习那个是过度推论汉光演习真正参与的国军2.2万人，后备5.2万人，我们国军有18万替代役绝对跟汉光演习无关，所以你没看到后来刘世芳调了替代役1350人下去救灾，所以国军绝对有足够的人力。你就是没有想到那赖清德怎么一下变那么笨？我事实上讲过很多次了，就心不在焉嘛，不然我难以想象赖清德会没有想到替代役的。我认为就是心不在焉，他都在想到罢免。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川普眼中台湾很有钱钱多得不得了，有几千亿美元的外汇而且是美国政府公债排名最前面的10名之一。这么有钱，可是问题就在于台湾现在怎么会一个台风，那么让台湾所有的全国际也都看到，原来台湾的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他们的屋顶一个台风就可以掀走了，而且一掀就掀上千个的屋顶，
这代表什么？台湾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都不讲话了。过去蒋经国在的时候，一直在追求台湾的贫富差距要拉到4倍左右，就是最有钱人的25%跟最穷的25%，最好是差距不要超过4倍。所以一直在追求富起来了以后要平均，要均富。然后因此他更看重的就是偏乡地区的人的生活怎么样，然后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劳工朋友、工人朋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我记得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都是在嘴巴讲，好像很关心他们。可是你看他执政到现在，蔡英文8年了，然后现在赖清德也上来了，结果我们的劳工朋友生活最苦，农民生活最苦，我们的偏乡地区生活最苦，连台南市它是直辖市，随便一吹就是上百个、上千个屋顶都先走了，然后到现在已经2个礼拜还没有帮他们修好。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台湾真的是除了蒋经国过世以后，这些政客没有人在乎我们底层人民，最底层的人民他们的生活的痛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要不得。这次的台风把民进党长期执政的真面目，我觉得吹得很明白。而且他也告诉大家说，这么严重的台风，赖清德当他要选这个往上爬一层楼，想要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他就要这个军人去台南救灾。当他当行政院院长，眼睛看着这个总统的位置的时候，他就要军队汉光演习停止救灾。他今天当了总统了，他不在乎台湾的灾民，他只在乎美国人怎么看我的汉光演习。那也就是美国人比台湾的灾民更重要，所以美国人摆在第一位，台湾的灾民摆在最后一位，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嘛。不然没有那么难。过去军人、军队、工兵，其实很多有技术的，那么军队要去帮他们灾民把这屋顶架起来，把它建好，没有那么的困难。但是怎么会现在变成这么的困难呢？就是因为不在乎，只在乎美国人，不在乎台湾最底层的人，更不在乎他的本命区台南市人。我觉得台南市民自己要看清楚，甚至整个台湾的所有的绿营的朋友们，你们要看清楚，他们掌握大权以后把你放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要想清楚然后满脑子就是大罢免。山东舰它的战力其实是相当惊人。日本他们的统计，因为日本好像是他们的那个品管师一样，每天在那边记录它的起降多少次目前统计出来已经接近10000次了。所以他们一个7天的训练，每一天起降就是54次。他们就平均算出来了以后，发现大陆的航空母舰它的水平跟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水平，作战水平是相当的。这代表大陆的航空母舰的作战力很惊人，才会说一个航空母舰就可以打几千枚的导弹。这个部分里面就代表它的战力已经相当的可观了。好，我们等等回来呢，则是要来聊一聊国际间大家都在看的是昨天日本的这一场选举，等等来说。